友大家好，嫦娥5号飞船已经于今天北京时间凌晨4点30分成功发射，在此表示热烈祝贺。当其他国家为谁当选总统而吵个不停时，当新冠病毒阴谋论者为了他们不戴口罩自由游行抗议时，当很多国家为是否封城、如何封城而在国会上争论不休时，中国航天科学家们悄无声息地在海南用长征胖5成功发射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嫦娥5号。德国的很多媒体也做了报道，虽然不是头条。现在我选了一篇读者留言较多的《明镜周刊》的报道，这是德国最权威的周刊，在德国非常有影响力。报道内容其实跟中国媒体大同小异，我认为读者评论更有趣。我们进入正题吧。长征5号，中国发射月球火箭，执行历史性使命。几十年来，岩石将首次从月球再次被带到地球，用中国的飞船。人民共和国将是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3个成功的国家。下面是图片说明，火箭在文昌发射，历史使命。中国已将1艘无人航天器送上月球，在那里飞船要降落，并将岩石样本带回地球。这是40多年来第一次，长征5号火箭于当地时间周2凌晨，美国中部时间周1晚，从位于中国南部海南岛文昌的空间站起飞。这艘以中国月球女神嫦娥5号命名的航天器，预计将于周日携带所谓的着陆器前往月球收集岩石及钻探样本。如果返回成功，中国将成为继上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之后第3个成功实施该项目的航天国家。宇宙飞船要降落在以德国天文学家卡尔·吕姆克命名的火山地区，它位于月球面向地球一面的左上方的风暴之海中。这次任务被认为是中国航天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次。在返回舱飞回地球之前，中国的上升器将首次从月球再次起飞，协同采集到的岩石样本，并在地球卫星的轨道上进行对接，然后返回舱飞回地球。8200公斤重的航天器由4个模块组成，带返回舱的轨道器和带上升器的着陆器。着陆器在月球表面着陆后，带着长臂的着陆器将收集并储存在一个约2公斤的月球岩石的舱石中，还将收集来自深达2米钻孔的样品。12月中旬返回。飞船计划于12月16号或者是17号在内蒙古降落，科学家们急切地等待着样品。因为近代月球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块岩石被带到地球上进行检验，风暴之海只有120万年历史，而美国和苏联收集到的月球岩石则要古老得多，有310和440万年。研究人员希望这些样本能够为了解火山活动和月球历史提供新的重要线索。嫦娥5号将在日出时着陆月球，在月球上停留按月球日计算的2周。所以飞船不需要配备特殊的加热器，就能承受月夜的极低气温。3周飞行的复杂性也被认为是为未来可能载人登月做准备。中国正在推行一项太空计划，将执行登月和火星任务，并建立自己的空间站。2019年1月，中国凭借嫦娥4号成为第一个登陆相对未经探索的月球背面的航天国家，部署了一辆漫游车，继续探索月球表面。报道就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读者评论。大概他们在测试是否可将维吾尔人移居到月球上吧，这样可以腾出集中营安置那些闯红灯的或者想维尼熊的人。现在他们要把新冠病毒运到月球去了。乔治，你搞错了，这场流行病在欧洲和北美肆虐，而不是在亚洲。当沉睡的德国在试验如何处理自我性别认同问题时，中国却在进行真正的研究。至于这次中国能否成功，不是问题。即使这次任务失败，也会有下次任务。届时，德国将取得怎样的成就？最多就是德国汽车工业崩溃。执政的破坏主义当然会关心这个问题。加油吧，反未来的德国！你们正在康庄大道上。好吧，毕竟第一支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来自德国。好，德国知识补充一下啊。
德国媒体极少报道中国研究疫苗的事，导致前几天巴西有一个人死了，媒体先抹黑说是打了中国的疫苗。在这些国家已经对中国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西方媒体真的太恶心了。后来又说这个人的死亡与中国的疫苗无关，可是还有谁关心真相呢？以中国这样的国家作为对比，10几亿人的人口和巨大的资源，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人类将进一步取得什么进步？是的，中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遥遥领先，正在把西方远远甩在后面。但德国似乎还是有实力的。据我所知，中国的冠状病毒疫苗在2月初就有了，那时只是试验，以后这种疫苗将在几十个国家进行测试。目前已经有几种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疫苗，没有必要夸大民族自豪感。如果德国老人护理问题能在10年内得到解决，我就谢天谢地了。中国了不起啊！祝愿中国人的任务圆满成功。如果在航天方面各国能联合起来，并且有一个联合国的空间组织，那该多好啊！好，德国知识呢想吐槽一下，是啊，这个想法肯定好，但西方排斥中国，貌似不想带中国玩，所以中国只好自个儿玩了。中国一直在努力争取与欧盟太空合作，但因为欧盟总是拒绝而失败，欧盟的所谓理由就是骗人的，因此中国只好自己动手单干。我们把金钱和财智浪费在冲突战争上，就像在亚美尼亚和乌克兰一样。我们本可以运用我们的金钱和我们的智慧，让人类更进一步，就像这次的中国探月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欧盟27国不为自己作为最后一名或者是倒数第2名感到羞愧，即使欧盟27国摇头，但耻辱仍然存在。了解一下，看看欧空局已经取得多少成就，很多都是合作，对欧洲来说前景并不那么暗淡。你的评论读起来就像外交道歉，是吧？但欧空局从事的领域非常广泛，尤其是在观测任务领域。尽管你可以感到羞耻，但目前欧洲人有火星、金星和更远的任务，你应该先做做功课。现在还是看看他们的月球任务是否成功吧。如果成功，这是对中国技术能力的肯定；如果任务失败，俗话说其一堑长一智。哈哈，如果中国做到了别人50年前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不等于什么技术成就？我想你低估了这种任务的复杂性。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还是会有挑战的，或再次，任何事情都不是必然的结果。如今真正成熟的航天国家能够将一颗卫星引导到一颗快速移动的彗星上，并在那里着陆。相比之下，近地卫星的着陆看起来有点像复制。但中国必须证明自己的后勤和技术上已经赶上了美国和前苏联。换句话说，中国必须证明自己是新的真正的世界强国。欧盟绝对没有能力做到中国人现在做到的事情，它根本就造不出载人火箭。哪个国家可以通过遥控把月球岩石带回地球，而且是无人的情况下？依我看，你误判了真正的能力。谁能通过遥控把月球岩石带回地球，谁就能遥控或自主地移动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激动人心的任务，预祝飞行成功。而德国正在讨论中国的烟花，以维持出席夜的幸福感。下面这个人他网名叫日结工，他说简直太棒了，50年后又有什么意义呢？然后下面一个人回应说，日结工难以理解技术和科学方面的问题，等于这里是呢讽刺他的。即使我们经常批评中国，但他们的路子是对的，而我们正在从一个死胡同跑到另一个死胡同。中国的正确道路到底是什么？除了出色的人权记录外，那我们的死胡同到底是什么？对，人权几乎不存在，他们走的每一步都有监控，偷窃技术，展现他帝国主义的面目，正在奔向全球霸权的路上。如果世界各国不做出反应，但不幸的是，我们的经济正在面临不断有新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问题。遗憾呐，亲自去中国看看那里的情况就知道了，对消除偏见有奇效。接下来这个人呢，是回应上面那个叫克里斯托弗，他说话。好，他说，克里斯托弗，中国在经济上和科学上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我同意你，从长远来看，
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但你认为德国在多大程度上跑进了死胡同？然后克里斯托弗说，在德国太多的监管，太多条条框框，这就抑制了创新。当然我明白，没有规矩何成方圆，但有时应该先看结果，然后再看看如何按规定执行，而不是因为违反规定而直接放弃了。是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时候了。中国刚刚又完成了一艘航母，中国已经登陆了月球背面，中国每年都在发射卫星。将卫星送入轨道没有什么独特的，任何一个小国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航母都是80年代苏联模型的修复和复制品。但除此之外，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按人均 GDP 来说，中国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德国之士现在呢，我来说说啊，我特别喜欢读者的讨论，因为楼可以随便盖，下面跟帖画风就渐变了，变成围绕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他说，根据定义，新兴市场是特殊性质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你的定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像非洲许多国家一样。我一直对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评价很高，他们很好地融入了这里的社会。现在我的观点有点动摇了。其实是这样，中国在某些地方已经彻底实现了工业化，而很大一部分完全掉队了。只要巨大的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特别是人口结构产生改变，他们就会陷入麻烦。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工业生产比 GDP 更有意义，来比较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GDP 中还包含了大量的金融服务，尤其是美国，这些服务与实际价值的产生几乎没有关系。据我所知，不幸的是，德国的 GDP 被高税收和虚值大大推高。比如有房的业主被计算虚构的租金，现实中根本不会产生。相比之下，中国的 GDP 的计算目前只考虑实际产生的效益。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在计算 GDP 时，只将营业额在300万人民币左右或以上的企业纳入其中。小企业、自由职业者、当地市场的交易和手工业者的服务被忽略，根本不纳入统计数据。还是这位浪说的，他对前面这位网友说的这句话做出回应。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航母是上世纪80年代苏联模型的修复和复制。你能证明吗？中国正在建造拥有独立2层跑道的航空母舰，你觉得他们是抄袭谁的？另外2艘航母在2020年或2021年就能完成，然后也有弹射系统，用于飞机起飞。作为一名曾经在 COMINT 或是 SANIT EW 部门工作过的民兵情报人员的儿子，我可以向你保证，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航母的电子通信、干扰、侦察和目标获取设备的质量丝毫不比西方差。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很好理解，因为中国为整个西方国家提供计算机技术和传感器技术。只在军事航天能力上，中国在推进技术还存在很大不足。在这里我不想谈这个问题，因为很少有人了解背后的物理原理。不过中国赶上来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问题。其实现在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赶上，但已经部分赶上了。真的吗？在军事技术和军事基础设施方面，很多西方国家还远远领先于中国。一支军队有多厉害，只有在执行任务时才会显现出来。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军队主要在维和和救灾运动中积累了经验，但在国际舞台上的经验仍然很少。但他们学得快。不对吧？月球火箭重达8吨，酷毙了！中国人知道如何？德国知识解说，这个人其实是在讽刺，他认为火箭肯定没有8吨重，中国人骗人而已。其实也不想想，这种需要最严谨科学态度的事情，谁敢作假？有些德国人呢，没办法，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是飞船的重量大概8吨，而不是火箭的重量。我们应该立即把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增加1倍，也许很快就能到达火星。德国知识解说，据说德国现在还给中国提供发展援助，所以德国人很爱拿这个梗来挖苦。不过关于发展援助，有一个说法是，其实呢是在科研方面或者其他方面有合作或是类似的项目，真正给钱是没有的。中国已经跨过了那个阶段。刚好下面这个网友做出了解释，我从来没有说过不存在通常归纳为发展援助的金融交易。就中国而言，这些都是为了改善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机会而支付的款项，
换句话说，这些款项最终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经济。有些人在多元社会中失意，他们就在此谈及中国的正确之路。其实中国是这样实现正确的道路的：通过人脸识别软件、社交媒体监视和为了拆除某些打算给富人党员居住的小区而恐吓居民这类措施来全面监控人民。大哥在看着你在推进。太空计划完全是为了加强国家意识，而国家意识也是通过列举当时所有的殖民国家来实现的，必要时再发明一些。好，德国知识来解说一下，德国非常妖魔化中国的大数据，还有人脸识别以及摄像头等现代技术，他们认为中国滥用了敏感的私人信息。我觉得这与纳粹德国的黑历史有很大关系。那时的德国确实是全民被党卫军的情报系统监控。我还在等待载人登月那天到来。从我来说，中国人来做也无所谓，而且最好是在美国着陆的那个地方，看看是否还能发现当年登陆过的痕迹。现在谁飞往月球并不那么重要，但似乎还是陷入了奇怪的政治体系之间的竞争中。如果这能让你感觉更爽，那好吧。在苏联时期，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已经登上了月球，所以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其他国家也在创造一些东西，尽管他们在忙着处理比如民主这种多余的东西。好吧，我希望西方民主被引入月球。如果真有民主就好了，我们有的只是资本主义独裁。抄袭西方或俄罗斯技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中国人在各种技术上已经做到了独立，他们必须做到，也能做到已经不少，尤其是军事技术。他们生产的电子产品价格无与伦比，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升。我很想知道10年后的经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美国会越来越落后，欧洲和日本会服务于小众市场，软件可能来自于印度、美国和欧洲，俄罗斯长期以来注重能源，可惜是传统能源。美国会越来越落后，航天方面，他们显然从2001年开始就一直处于睡眠状态。美国落后了，当然在过去50年里，很多事情本可以进展得更快。美国的导弹可以循环利用，或者重达1吨的火星车登陆了火星。虽然中国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还需要10年时间，而如果没有了追赶对象，进步将变得更加困难。永远不要忘记，没有什么比良好的竞争更能激励美国人。德国知识表达下看法，我觉得这个人只说对了一部分。现在美国人是害怕竞争，看看过去1-2年美国使出洪荒之力打压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就知道了。美国其实变得不自信了，这就是走下坡路的标志。我几乎完全同意你的观点，除了以下一点。中国已经在今年7月23号将自己的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天问1号送入太空，探测器总重约5吨。因此，在我个人看来，中国要达到美国的水平需要不到10年的时间。德国知识发表下看法，我觉得这样的信息不是特别准确。中国的火星车好像只有100多公斤，技术跟美国还是有相当大差距的。我很高兴发射成功，祝贺中国人，祝愿本次任务顺利。研究人员在赶工，火箭肯定是在胁迫下发射的，就像在一个糟糕的独裁国家那样。德国知识来说说，我真的无法理解一些民主国家人，开口闭口就是意识形态，脑子真的是民主瓦特了，发射一个火箭都能联想到民主自由，我真的是服了。恭喜中国，如果任务成功，他们将取得迄今为止只有美国和苏联才能够取得成就。也许德国可以慢慢停止7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发展援助了，每年约7亿。正是这样，而现在却反过来了。我们现在技术部门需要发展援助，另外加上新冠病毒灾害的赔偿。中国、台湾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自始至终通过自律控制了这场灾难。而在我们这里，自律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我们自己精神和感情上的疏忽根本无法责怪中国。我很感谢中国，除了技术上的亮点，中国的贫困人口也减少了30%，而且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也做得很好，感恩。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关于科技题材，大家可以发现大体上德国人的脑回路正常一些，
但目测还是大约有一半的读者还是会从意识形态去评判中国发生的事情。非常遗憾，这种状况一时无法改变。中国按自己的步伐继续前进就可以了，发展好自己就是给别人最好的答案。好吧，我们下次节目见，拜拜。